大家好啊，我们今天继续聊 AI 啊，人工智能发展的应用前景。不知道你们在用什么工具啊？我呢是一直在用 Cloud 啊，这个体验真的是一如既往的好啊。相比 ChatGPT 4o 啊，Cloud 啊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有感觉，就跟和人一样。哎，那个每次使用 Cloud 呢，都感觉自己在和几十个专业的博士在对话啊，他们随时随地的给我答疑解惑，我呢却是在折磨他们，问各种各样的低智的问题，这绝对不是错觉啊，是真实的感觉。说起这个 Cloud 呢，我们就不得不谈起它背后的公司 Anthropic 啊。最近啊 ，Anthropic 的 CEO 兼联合创始人Dario Amodei 呢接受了一个深度访谈啊，分享了他对 AI 行业发展的看法。那在介绍这个访谈之前啊，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Dario Amodei 这个人，这是他在领英网上的这个介绍资料。Amodei 是 AI 领域的资深专家，在加入 Anthropic 之前呢，他在 OpenAI 担任研究总监，领导了 GPT-3啊这重要项目的研发。在这之前啊，他还担任 Google Brain 的在那工作过。可以说呀，Amodei 啊，他是见证和推动 AI 这些迅速发展的关键人物之一。那谈到 Anthropic 啊，这是一家成立在2021年的AI 研究公司，它专注于开发安全可靠的 AI 系统。那他们的目标呢，就是确保 AI 技术啊能够造福人类，而不是带来任何潜在的风险。Cloud 就是 Anthropic 开发的 AI 助手啊，也就是我每天使用的工具。那好吧，我们来看看这个 Amodei 在这次访谈中都说了啥啊？首先呢，他谈到了一个叫做规模定律，就是叫 scaling law 这么一个概念啊。简单来说呢，这个定律认为啊，随着数据和计算能力的增加，AI 模型的能力也会相应的增加。你比如说啊，如果你训练一个有1亿参数的模型，那它可能呢像个优秀的大学新生；如果是10亿参数，那可能就相当于一个优秀的本科生了。到了100亿参数呢，那可能就堪比顶尖的研究生了。如果达到1000亿参数，那可能就像诺贝尔得主那么厉害了啊！这个听起来好像很科幻，是不是？但是奥马得强调呢，这个定律啊，它不是永恒不变的。他说呢，这只是基于呢观察得出的经验啊，随时可能停止。他个人认为啊，基于10年的观察啊，这个定律啊继续成立的可能性大概是60%到70%。接下来呢，奥马得呢就把这个 AI 行业的发展呢，它的前景啊和光伏行业做对比啊，这个比喻呢是挺有意思的啊。他说呢，就像这个太阳能技术现在变得非常重要，而且呢，广泛应用一样啊，但是单个太阳能公司啊，就很难赚到大钱。AI 技术呢，也可能面临类似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市场啊可能会高度商品化，竞争会非常的激烈。但是奥马德也指出啊，他说 AI 行业和太阳能呢还是有些不同的。他认为呢，如果规模定律继续成立，AI 市场的规模可能会非常的庞大。即使只有10%的利润流向供应链的某个部分，那也是相当可观的一个数字。所以谈到 AI 这个公司的竞争优势啊，或者说叫经济护城河，那么 Amodei 的看法是很有意思。他认为呢，在模型开发方面啊，可能只有4-5家公司也许还有一些国有企业啊能够参与其中。这就意味着呢，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寡头垄断的局面，而不是完全的垄断或者完全商品化。这个在我去年这个时候的短视频里面我也讲过这个话题啊，大家可以翻翻。那我们还提到啊，即使有人发布了开源的大型模型，但是这种模型啊，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呢，运行成本会非常高啊。所以呢，如果谁能在推理方法上啊，哪怕有10%到30%的改进，都可能带来巨大的影响。另外呢，我们还谈到了 AI 模型的这个个性化。他说呀，不同的模型可能会有不同的个性比如说有的模型呢可能特别擅长编程，有的模型呢可能更适合创意和写作，有的可能还在娱乐方面表现出色。所以这种差异化可能会成为公司
之间竞争的一个重要因素。说实话，昨天到今天啊，我用 Suno 写了80多首歌，同一首歌词啊，我自己写的歌词都差强人意。那么可能有部分的这个元素呢，我能吸收一点，但是真的是用不了，个别的副歌还可以。所以就像他说的，这个 AI 的差异性还是很大的。说起这个 AI 对商业模式的影响，那 Amodei 的观点呢是很有启发性的。他认为呢，我们不应该简单的把 AI 看作一个直接替代人类的工具，相反呢，AI 可能会创造出全新的商业模式。他举个例子啊，他说有些客户发现可以让大型模型呢协调多个小型模型，像蜂群一样完成这个任务啊。这种用法完全不同意把 AI 当作单个的人来看待。Amodei 还强调了这个 AI 在这个生物学研究中的潜力。他认为我们可能低估了 AI 在这个领域的应用。他说呢，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的使用 AI， 它可能会将生物学的发现的速度提高10倍，甚至100倍。想象一下如果我能把20世纪所有的生物学的进展压缩到5到10年内完成，那将是多么这个惊人的事情啊！我们可能会治愈那些困扰人类1000年的疾病，大大提高生产力，延长人类寿命。什么糖尿病、高血压、这个阿尔兹海默症、癌症全部攻克真的是这样。人类寿命普遍提高到120岁，想退休再干40年所以当被问到是否会考虑AI 公司国有化的时候，Amodei的回答呢，他是很谨慎的。他说如果规模定律不成立，就那 scaling law 那 AI 可能就只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术，像互联网或者是太阳能一样不至于前所未有。但是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国有化的可能性就不大如果这个规模定律继续成立，那情况就复杂了是吧？随随便便的一台机器里边几十个诺贝尔奖在里边住着，那还了得呀！所以他说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非常关心对手是否能够跟上我们的步伐，或者呢，我们是否能像对手一样快速的部署 AI 技术。所以总的来说呢，Amodei对于 AI 的未来，他是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他认为AI 有巨大的潜力，可能会带来革命性的变革但特别是在科学研究和生产力这个提升方面另外呢，他也认识到AI 面临的这些挑战以及不确定性。那听完Amodei的这些观点我是不禁想到这个自己使用 Cloud 的经验。虽然 Cloud 现在已经是很强大了，但是它看起来呢还是有不少问题，它的潜力还远远没有被完全发掘出来比如说这个多媒体方面，是吧？所以我真的是很期待这个 AI 技术在未来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给我们生活带来一些更大的变化。好了，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儿我希望这些内容呢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如果呢您对我这个话题有什么想法或者看法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拍砖那么下次再见，拜拜。